漂亮记者正在镜头前播报一起诡异的凶杀案：丈夫残忍地杀害了妻子和16岁的儿子后，又选择了自杀。可就在警察准备将尸体打包带走时，死去的女人突然诈尸，袭击了毫无防备的警察。摄影师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，赶紧提醒女记者身后的异常。只见女人正死死咬住警察的脖子，同事好不容易将他们分开，没想到另一具尸体也复活了。幸好女警察反应迅速，狠狠一脚踢开了对方。其他警察见状果断清空弹夹，不料子弹打在他的身上竟然毫无用处，直到一颗子弹穿过男人的脑袋，他这才倒下。可随着镜头再次拉回，女人已经来到摄影师跟前，可怜的女记者被当场咬伤毁容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可怕的灾难才刚刚开始。各位衣食父母们，早上好，晚上好，中午好，这里是你们最喜欢的丧尸频道。今天要讲的这部丧尸片来头可不小，来自丧尸之父乔治·罗梅罗2008年上映的《死亡日记》。影片采用了伪纪录式的拍摄手法，也是乔老爷子导演生涯的第5部丧尸电影。关于乔治·罗梅罗老爷子，你或许不是很了解，但一定看过他导演的丧尸电影。比较著名的有《活死人》系列3部曲，《活死人之夜》、《活死人黎明》、《活死人之日》。最早的《活死人之夜》更是上映于1968年，那个时候电影都还是黑白的。这可以说是地球上的第1部丧尸电影，也是他被称为丧尸之父的原因。而后老爷子又相继拍摄了《活死人之地》、《死亡日记》以及《死亡岛》，但相较于前3部，后3部的口碑却两极分化。特别是博主今天要讲的《死亡日记》，有人说它没有任何亮点，跟《死亡录像》相比就是一坨；也有人说电影想要表达的利益很不错，讽刺了现实社会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。好坏我们暂且不论，先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。影片并没有表明死人突然复活的原因，只知道他们很难被杀死，头部是唯一的弱点，并且被咬的人和死去的人都会变成丧尸。事件发生以后，丧尸病毒迅速蔓延，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开始报道，整个城市陷入恐慌。但还是有一些人并没有当回事，认为只是媒体为了流量散播的谎言。画面一转，一群电影学院的学生正在野外拍摄一部恐怖电影。说来也巧，电影的名字叫《死了又死》，也是一部木乃伊复活袭击人类的丧尸片。可其中一个镜头已经拍了无数遍，始终都没能达到导演杰森的要求。他认为死人的速度不会很快，对木乃伊的扮演者雷利的表演很不满意。就在大家为此争论不休时，广播里突然传来死人复活变成丧尸咬人的新闻。本以为丧尸只会出现在电影里，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在现实中。只有化妆师怀疑事件的真实性，一些媒体一天到晚的就知道骗人，可雷利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身为富二代的他比较胆小，随即便带着女友开着跑车回家了。缺少重要演员，拍摄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，再加上杰森本来也有些担心，于是只能结束今天的拍摄，立刻回到宿舍找女友。结果让他没想到，宿舍里竟然变得杂乱不堪，显然是在得知丧尸的新闻后都选择了跑路。在经过一处房间时，杰森还遇见了一个趁乱偷东西的小偷，眼下他也没工夫管这些，赶紧敲响女友的房门。还好黛比并没有事，只是被那个新闻吓坏了，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。黛比告诉杰森自己打电话给家人，但却没有人接听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一行人随即驾驶着房车准备回家。杰森打算用镜头将一切都记录下来，除了刚刚溜走的雷利2人，房车里加上杰森一共有8个人，分别是房车拥有者玛丽、杰森的女友黛比、化妆师汤尼、被木乃伊追杀的女主角崔西和她的男友葛多，还有灯光师史东以及学院的教授老登。此时新闻里还在报道丧尸事件，但政府却告诉大家不要恐慌，事情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，一切很快就会结束。可越是这样说，几人就越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觉得这是他们为了不引起暴乱的惯用伎俩。果然车子开出去没多久，路上就出现一辆正在燃烧的汽车，浑身被严重烧伤的司机竟然像没事人一样从大火中缓缓朝他们走来。恐怖的一幕顿时让所有人瞪大了双眼，正常人不可能做到，一定是新闻里报道的丧尸。下一秒丧尸就接近驾驶位的玛丽，露出恐怖的样貌，吓得他不顾一切地驾驶着房车往前冲，却没想到前方的路中央又出现了3只丧尸。玛丽躲闪不及，只能选择碾压。可顺利摆脱危机的几人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，反而个个都露出了忐忑不安的表情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被碾死的人是不是丧尸。玛丽更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，默默驾驶着房车继续前进，直到时间来到凌晨3点，他这才在同伴的提醒下踩下刹车。此时的他依然没有缓过神来，还在为刚刚撞死丧尸的行为感到愧疚。黛比安慰玛丽做的没错，他们已经不再是人。可一直不相信有丧尸的汤尼却说玛丽撞死的是活生生的人，因为死人是不可能站起来走路的。此话让本就信教的玛丽瞬间崩溃，哭着打开车门走了下去。大家以为玛丽只是想安静一下，所以并没有跟上去，没想到一声枪响突然传来，玛丽在极度悔恨之下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所有人都没想到她会如此极端，更没想到她身上居然带着武器，赶紧冲上去查看伤势，发现她的面部已经血肉模糊。大家都在指责汤尼不应该说那样的话，
只有黛比发现玛丽还剩下一口气，于是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，赶紧开车将玛丽送到最近的医院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偌大的医院里竟然空无一人，地上也是一片狼藉。看到玛丽已经快不行了，众人赶紧继续寻找医生的踪迹，终于在一处病房看到一个人影。可当对方走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被吓得菊花一紧，医生早已变成了丧尸，刚刚才吃掉一名病人。葛多没有犹豫，果断对准丧尸的脑袋扣动扳机，还没来得及缓口气，变成丧尸的护士又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关键时刻手枪还卡壳了，最后还得是黛比冷静，直接使用心脏除颤仪送走了丧尸。这下汤尼也不得不认清现实，丧尸真的存在。而尽管知道希望已经很渺茫，但大家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医生。可因为摄影机就快没电了，杰森却选择留下来充电。在他看来，玛丽的生命固然重要，但记录发生的一切更是重中之重。等其他人走后，杰森立刻将电源插上。面对几具尸体和一个将死之人，杰森还是感到有些害怕。突然隔壁传来黛比的尖叫声，一番打斗过后，黛比出现在杰森的面前，身上满是血迹。他刚刚竟然解决了一只丧尸，并且又找到一台摄影机。黛比将摄像机对准杰森，早就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满，毕竟都现在这种情况了，居然还有心情拍摄。既然你喜欢拍，那咱们就一起拍。谁知黛比刚把摄影机对准前方，就发现刚刚被吃的病人发生了变异。不过他还没来得及从病床上爬起，就被赶来的葛多扼杀在摇篮中。还得是葛多行事果断。然而紧接着他们就惊恐地发现，玛丽已经彻底停止了呼吸，眼睛泛白，看样子也要变异了。直到这时，他们终于明白，只要死亡之后也会变成丧尸。面对即将尸变的同学，一向杀伐果断的葛多在此刻也犹豫了。老登只好从他的手里拿走手枪，在玛丽变异之前将他击毙。伤者已经死亡，继续待在医院已经没有意义。他们决定马上离开，可途中突然冒出一只变异病人，一口就咬伤了走在后面的葛多。史东第一个扛着架子冲上去，愤怒地将丧尸捅成了马蜂窝，直到对方躺在地上，才给他致命一击。只可惜葛多已经被咬了，发生变异只是时间问题。他们将玛丽的尸体带出医院，隔天一早便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埋葬了起来。而被丧尸咬伤的葛多也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识。为了防止他变成丧尸，汤尼拿着手枪想要补刀，但作为女友的崔西却有些于心不忍，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，至少等他变异以后再补刀也不迟。为了照顾崔西的感受，众人只能站在不远处等待。很快葛多就发生了变异，崔西的幻想彻底破灭，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将枪口对准了男友。将尸体就地掩埋后，剩下的人继续往前走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又发生了。他们的房车在路上抛锚了，几人将车子推到路边，准备检查看看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。崔西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还非常能干，一眼就看出是燃油管出现了故障。原来他爸爸是专业的汽修工，因此他也跟着学了不少技能。可黛比担心室外有危险，于是提议将车子推进一旁的谷仓。他正准备去看看农场里是不是有人，一个头戴草帽的老头就突然出现。汤尼以为是丧尸打算开枪，幸好被史东拦下。老头是哑巴，不能说话，只能通过随身携带的写字板与大家交流。他就是农场的主人。得知几人的车子抛锚，想要推进谷仓维修，热心的老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，并指了指身后叫他们赶紧行动。原来几只丧尸已经步步紧逼，就在几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人狠话不多的老头已经从谷仓里拿出了一节炸药。Jesus Christ！在老头的掩护下，他们成功将车子推进谷仓。崔西立刻开始进行维修，但刚刚的爆炸声却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一大群丧尸已经将谷仓团团围住。当他们反应过来时，似乎已经有丧尸溜进了农舍。为了掩护崔西修车，其他人开始寻找丧尸的踪迹。很快，他们就找到并成功解决了2只。不料一只丧尸却盯上了修车的崔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头及时赶来，用镰刀将丧尸拖了出去，然后汤尼一枪爆头。而崔西也不负众望，成功修好了车。可他们必须马上离开，谷仓被丧尸攻陷只是时间问题。黛比上车启动引擎，做好准备。老头帮助他们推开大门，外面的丧尸早已等候多时。2人打开大门后，赶紧往车上跑。不料一只丧尸突然从身后抓住老头，将他咬伤。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病毒，老头果断选择与丧尸同归于尽。看到这一幕的众人毫无办法，只能开着车子含泪离开。他们继续往家的方向赶去，可所到之处丧尸随处可见，灾难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严重太多。但房车上的物资已经所剩无几，再加上汽油也即将见底，他们又不得不冒险去寻找补给。来到一个加油站，众人刚商量好对策，准备行动，身后的树林里就突然冒出几名全副武装的幸存者。 Put the gun down. Who the hell are you? Don't matter who I am. All that matters is what I got. M16 步枪一梭子就能放倒所有人，更何况他还有同伴。汤尼只能认怂放下武器。本以为这些家伙准备劫财劫色，没想到他们并不坏，还将大家带到了他们的营地。这里全是黑人，物资应有尽有，包括汽油。因为手中有武器，在灾难发生后，老黑便顺势控制了这个小镇，非常享受无政府状态下的短暂权利。但他们不会滥杀无辜，只是把所有有用的物资都集中在一起，按照所需分配给大家。此时新闻里仍在播放丧尸事件，但视频明显经过剪辑，他们还在试图掩盖真相。而杰森之所以如此执
执着地拍摄视频，就是为了能将真相公之于众。在得知营地有网络后，杰森立刻上传了一段视频，没想到仅仅过去几分钟，就有超过数十万次浏览。黛比还是不理解杰森的行为，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家，但杰森却反驳道：“新闻都是骗人的，这样会害了大家。只有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才能在悲剧发生之前做好防御。他是在救命。”听到这里的黛比终于知道了杰森的用意。这时雷利和他的女友通过电脑联系到了杰森，看样子他们的处境非常安全，但营地里却传来一个坏消息：老黑的一名手下突发心脏病死了。重点是尸体不见了，显然已经变成丧尸在某个地方游荡。为了排除安全隐患，老黑带人开始四处搜寻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丧尸，但周围全是汽油，大家也不敢贸然开枪。慌忙之下，汤尼随手抄起一个玻璃罐朝丧尸的脑袋抓去，没想到里面装着强酸，一瞬间就烧穿了丧尸的脑袋。危机解除后，杰森一行人准备离开营地，老黑不仅将房车95加满，还分给了他们不少物资，甚至还给了几把武器防身。一行人随即出发，在途中他们惊恐地发现，世界各地竟然都出现了丧尸，有媒体出来辟谣，也有网络博主说是真的，铺天盖地的消息，民众已经分不出真假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整个世界都乱套了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黛比的家，走进房间，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，车库里的车子还在，说明他们没有离开，但被打破的车窗满是血迹，显然已经凶多吉少。黛比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四处寻找家人的踪迹，来到一个房间里，一个身影突然扑向黛比，正是他变成丧尸的弟弟。黛比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。危机之时，老登果断拉弓射箭解决了丧尸，被救的黛比没有时间伤心，发了疯似的继续寻找父母。又看到变异的母亲从客厅的沙发后出现，嘴里还啃食着父亲的断手。此刻的黛比彻底崩溃，老登又是一箭射死了他的丧尸母亲。看到黛比家的惨状，其他人也放弃了回家的打算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身。杰森想到在营地时雷利联系过自己，他们家的别墅看起来很安全，于是大家当即决定前往雷利家避难。不料在途中的时候，两辆军车突然出现将他们拦住。士兵的出现让几人非常高兴，以为终于有救了，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家伙来者不善。为首的士兵威胁杰森关掉摄像机，然后就抢走了他们的所有物资。看来在丧尸横行的末世，士兵也靠不住啊，但至少他们的武器没有被拿走，只能选择继续赶往雷利家的别墅。没过多久，一行人终于来到目的地，但奇怪的是，别墅的大门却是敞开的，1楼的房门也半开着。难不成雷利和他的家人也遭遇了不测？众人小心谨慎地走进大厅，崔西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一路他们去哪儿就会出现丧尸。将房门关上后，大家开始寻找雷利的踪迹。别墅内外到处都是监控，按理来说非常安全，不应该会出事。桌子上还有未吃完的食物，说明他们刚刚就在这儿。不过还好是虚惊一场，书架的暗门突然被打开，原来雷利并没有事，他只是躲在了里面的安全室。但他的家人和女友呢？面对大家的询问，雷利有些含糊其辞地说他们在其他房间，而自己因为刚刚外出，所以忘记把门关上了。几人虽然心有疑虑，但看到安然无恙的雷利还是没有多想。奔波了这么久，总算安全了，终于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下。可杰森的摄像机依然没有放下，还把另一台摄像机拿给汤尼，让他也跟着一起拍。汤尼刚要拒绝，打开的摄像机已经强行塞了过来。此刻的画面来自于汤尼，可他很快就发现雷利有些不对劲，似乎对肉非常渴望，并且到现在为止，他们都没有看到雷利的女友和家人。在黛比的逼问下，雷利终于说出实情。首先是他老爸突然暴毙，然后就变成丧尸袭击了其他人。他好不容易解决了老爸，而后将所有尸体都丢进了泳池。雷利将两人带到泳池查看，可转身却发现雷利不见了。细心的汤尼注意到，雷利在开门时手上明显有血迹，很明显他也被咬了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到，雷利的样子很不对劲，他摇摇晃晃的突然倒在门口，醒来后就变成了丧尸。在房间里洗澡的史东毫无防备，成为了丧尸雷利的第一个猎物。吃掉史东后，雷利摇摇晃晃的走出别墅。画面转到杰森这边，他正在跟崔西收拾房车上的东西，不料雷利突然出现，杰森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丧尸，直到他面目狰狞的扑向崔西。好在崔西挣脱了束缚，但都这个时候了，杰森不但没有放下摄像机，还眼睁睁的看着雷利追向崔西。这一幕刚好复刻了一开始他们拍电影的剧情，于是杰森朝着雷利大喊道 I told you dead things move slow! 显然这家伙除了想将真相曝光以外，还想借此完成自己的电影镜头。也正因为丧尸的移动速度太慢，让崔西抓住机会将他打倒在地。不过杰森的表现已经让他失望透顶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他害死。于是崔西不顾杰森的挽留，果断驾驶着房车溜之大吉。画面回到汤尼这边，他们看到了独自离开的崔西。随后杰森走进来，告诉两人雷利变成了丧尸。老登也说自己在史东的房间发现了他的尸体。眼下除了跑掉的崔西，就只剩下他们4人存活，而别墅已经不再安全。黛比想到了雷利出现的安全屋，提议大家先进去躲避。可众人拿着东西刚准备行动，雷利就突然出现在杰森身后，直接将他扑倒在地，狠狠一口咬伤了脖子，命都要没了。杰森还惦记着摄像机，他艰难地拿起地上的摄像机，记录下了丧尸雷利在自己眼前被老登杀死的一幕。奄奄一息的杰森又把摄像机交给黛比，让汤尼结束了自己，而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个镜头。此时天已大亮，他们通过监控发现，不知何时别墅外已经布满了丧尸，泳池里的尸体也发生变异爬了出来，还有死在浴室里的史东。电影的最后，仅剩的3人躲进了安全室。
外面的世界依然很糟糕，而有人却很享受这末世，竟然用丧尸绑在树上当成火把来消遣。同样身为伪纪录丧尸恐怖电影，《死亡日记》的恐怖氛围确实不够理想，没有达到死亡录像那种惊险刺激的效果。但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却值得深挖，夹杂了不少社会隐喻。在发生某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后，媒体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真相，以避免造成局势失控，但这样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灾难。就像这部电影一样，要是一开始民众就知道真相，防范于未然，或许事情就不会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而杰森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导演，觉得自己有必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向世人曝光真相，尽管方式有点极端，甚至有些执迷不悟，几次对同伴见死不救，但毕竟出发点是好的。而最后因为他没有及时解决雷利，导致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也算是自食其果。除此之外，电影还通过末世展现了人性的恶，幸存者为了活下去四处逃命，有人却依靠武器画地为王，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。也有曾经保护民众的士兵为了生存变成了拦路打劫的劫匪，最后甚至还有人以掠杀丧尸为乐，仿佛这样的末世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。为了让世人知道更多的事实，男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还在拍摄，但这样的人类真的值得他这么做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粉丝宝宝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